印度据报周日起举办史上首次的安全和情报主管会议，与会官员来自近40个国家。报道称，中国将是这次会谈的主要话题。消息释放之际，正值英国首相约翰逊结束旨在加强在所谓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的首次印度行。印度近期在防务问题上为何动作不断？来看看报道。印度媒体18新闻周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近40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将派代表与印度协商全球安全问题，其中有25人为相关国家的情报部门负责人，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和阿联酋等。会谈时间定在4月24日至25日。尽管报道只是简单提到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关于全球当前迫在眉睫的安全议题，但又炒作称中国将是这次会谈的主要话题之一，并无端渲染所谓中国在社会、经济和领土争端等多方面对世界构成了威胁。报道提到，这次会议还将表明印度在国际安全伙伴中的重要性。与会人士将与印度同行及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进行交流讨论。这些官员稍后还将出席周一在印度举办的瑞辛纳对话，该安全论坛也是印度官方最高规格、最有影响力的论坛之一，被称为印度版香格里拉对话。印度经济时报周六的报道补充称，包括阿富汗和乌克兰相关的议题也将出现在这次的安全和情报主管会议上。尽管类似的会议已经是某些大国的常态化会议，但这是印度首次举办相关会议。报道称，此前印度只跟美国以及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有联动。由于中国的体量以及中国的影响中国自然而然会成为瑞辛纳会议的一个谈论的一个焦点，所以这些20多个国家的情报人员参加这个会议我想他可能是参加一个有关情报交流、情报机关合作的这么一个小会儿，所以这个的话呢，也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消息的释放恰逢英国首相约翰逊刚刚结束任内首次对印度的访问。约翰逊在此次的2天访问行程内，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了自由贸易协定和国防安全合作等议题。约翰逊还公开表态称，印度日益处于世界地缘政治中心，未来将加强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又宣布英国和印度同意建立新的国防和安全伙伴关系。约翰逊认为，深化两国的合作至关重要，这一新的伙伴关系是长达数十年的承诺。他表示，两国在保持印太地区的开放和自由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耐人寻味的是，德国之声在相关报道中还强调，约翰逊的访问正值西方寻求说服印度与俄罗斯保持距离之时，因为印度的能源、农产品和军事硬件都依赖俄罗斯进口。美国总统拜登称，印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有些动摇。新德里拒绝公开谴责克里姆林宫，还在联合国关于这一问题的投票中弃权，也没有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周五，印度财长希塔拉曼在华盛顿出席20国集团财长会期间还表示，印度希望成为自由世界的坚定朋友，但他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来保卫自己的边境。英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早前，英国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约翰逊此访前曾保证，在与莫迪会谈时，敦促印方减少从俄罗斯进口化石燃料。但英国首相府表示，约翰逊不会就俄乌冲突给莫迪上课。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历史上是非常好的，现在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这个乌克兰危机了，使印度和俄罗斯这种关系了面临一种新的挑战因为这种挑战主要来自西方，所以把他们之间这种传统友谊要割断这是非常难的。另一个方面，我们看到，即便是西方国家想向印度提供可以取代俄罗斯的军品，它也需要时间。它也需要我们说这个印度战略上的一个决断，所以我个人认为印度它是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仍会保持着这么一种若即若离的这么一种中立状态，或者是骑强状态。